那么今天呢，有一个30岁的高血压患者呢，来找我想调血压，因为他说这个高血压有4、5年了，血压呢，长期控制不好，那么也试过好多种方案血压一直呢都在170、180低压呢在100左右，也很是苦恼。这个患者呢，除了有高血压之外呢，还有血糖的异常，还有血脂的异常，那么体态呢也比较偏胖。那我详细问了一下病史我问了一下是否排除过继发性高血压。这个患者呢跟我说父母都有高血压，我就是原发性的给我调药就可以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患者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就详细问了他其他的一些问题，最终发现呢，这个患者呢晚上睡觉呢打呼噜我就详细问了一下他打呼噜的情况。这个患者刚开始呢也不以为然，认为这个打呼噜我睡得香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事实上不是。那么最终呢，这个患者被确诊是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这个患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噜打得特别的响，有长时间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那么让这个患者做了一个呼吸睡眠监测，那么发现这个患者呢晚上7个小时睡眠内有30余次的呼吸睡眠暂停，而且呢有15次的这个暂停大于10秒钟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患者最终被确诊是呼吸睡眠暂停。那么他的高血压也是就是呼吸睡眠暂停造成的。那么呼吸睡眠暂停呢，是年轻人特别是这个体态比较肥胖的这个患者朋友经常有的这样一个疾病。它不但可以造成我们高血压还可以造成我们这血脂的异常、血糖的异常。所以呢，发现有高血压特别年轻的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是否有这种打呼噜的现象，特别是晚上睡觉有好长时间不呼吸这样的一个现象。如果有，那么抓紧就医。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的患者呢，虽然似乎晚上睡得很香，但是呢白天也特别的疲乏，这是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常常伴有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高血压或者冠心病。第三个特点呢，因为长期的晚上睡眠的缺氧状态造成这个代谢的异常，比如说血糖升高或者是肥胖。那么对于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的患者呢，治疗方式呢主要有第一个呢，我们可以让患者去减重另外呢，我们改变睡觉的这种姿态尽量少平躺可以偏向一侧式睡眠。那么严重的呢，可以到外科做这个气道的一些手术，成型手术。另外呢，还有可以佩戴这个呼吸机去治疗。